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景嘉的稀土。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谈过的这个乙哦，价格现在已经在全球暴涨了4400%，而且90%主要都是供应都是掌握在大陆的手中。那美日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在深海这边开始做全新的一个开采行动，包括欧盟更是砸巨资，这样子做就能跟中国大陆逃出他的手掌心，然后来做竞争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提到的氧化乙价格飙升了4400%，全球90%的供应都是在大陆手中。那为何科技业一定要用到乙呢？另外来关心到的是，美日则是在南辽岛的6000公尺深海这边挖稀土，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的高的。那美日是这样说，他说它的纯度啊，比大陆这边的这个乙呢还要高出20倍，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是问题是，到底挖不挖得出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会来做关注的。第三个是，除了去这个深度的挖乙之外，美国还有想到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它靠的是病毒来采矿。那另外一方面，欧盟则是砸30亿，这样子做就能够真的采到他们所需要的元素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大陆在限制了这个在中国实施了稀土的管制之后，我们来看到今年全球氧化乙的价格刚刚说已经大幅飙升了，所以欧美的产线还有全球的半导体、航空引擎产业都因此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尤其现在主要乙都是靠中国大陆这边来做掌握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为什么乙这么重要，价格又飙涨？大陆为何也能够牢牢的掌握住它的价格跟供应？因为大陆现在在这个稀土啊，我们光氧化乙来讲的话，它的全球市占率是93%，那这个是属于重稀土啊，那93%，因为中国大陆除了有这个乙的矿以外，它还有分离的技术，还有深加工的技术，所以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产业，完全整个产业涨。那现在事实上还有中国以外的很大的有关这个乙的这个矿脉是在缅甸已经在开发，可是它几乎完全是要靠中国大陆来做分离还有深加工，所以它只能出产原矿。那澳洲事实上是有在发展，可是进展不是那么快，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分离跟这个深加工部分这个经验技术非常的成熟，成本也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基本上还是产原矿，然后就送到中国大陆做精炼。那甚至美国的这个矿在过去也一向是送到中国进行精炼的，所以精炼的技术比取得矿还重要。那你如果说你要发展你自己的精炼技术第一个你要有中国的专利权，你要绕过去。自己发展的话，不是3-5个月3-5年不见得都出来。那所以你在这3-5年之间，你就是拼了命往前跑，你也摆脱不了中国大陆对这个氧化乙的控制。那氧化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稀土呢？研究一下，还真的重要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乙这个稀土它的熔点居然高到2425度C。也就是这个物质，这个稀土，它会融化，是要到2425度C，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抗热绝缘体。所以说几乎各产业都要用到这个元素。发动机刚刚说航太工业，它的引擎的降热涂层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乙，你没有的话，你没有办法抗热。那事实上还有就半导体里面呢，半导体你也是要有抗热功能的，所以它的高温超导的材料它要怎么样？它要有乙这个元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还有什么呢？激光武器系统，还有什么呢？还有人工关节，这些呢都用到乙，所以它用途非常的广。所以呢，万一断供的话，这个不是1-2种产品，是一片产品都玩不下去了。所以呢，现在美国你看川普总统言必称稀土，到处去找稀土，
没有错，你找得到矿没有问题。那你到非洲去找，你到南美去找，可是问题就是这个精炼的技术。那这个精炼的技术不是3-5个月的问题。你再发展，你没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手上是有个杀手锏。那中国大陆在目前在这个乙的这个产量上，全球的供应93%。那其他国家你要慢慢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市占率拿回来，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投资。是。好，所以我们另外一边看到了大陆的手上的这个杀手锏之后，美日是立刻想办法啦，至少能够多生产多少就掌握多少。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首先有了动作，在印第安纳州这边冲刺它的国产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量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每年其实只有200吨的氧化乙。那另外它也拉着日本一起在南寮岛这边6000公尺的深海挖它的稀土。日本说了，纯度是大陆的20倍。听起来很强，但是呢，难度确实是很高。刚刚提到的6000公尺是一个深海级的一个非常高的难度，因为它真的很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海底的泥浆，你把它抽出来，也要看这个管线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再来就是泥浆含的稀土量其实也非常的小，现在根据了解只有2/1000，也造成了成本非常的高。难度这个工程到底有多大？还要商业化发展，有可能吗？干哥怎么看？完全不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怎么出来的，这可能是美国刻意放出来的消息。先跟各位讲，全世界最深的海底的油井，水下4000公尺，4000m 啊。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那个在6000公尺进行探勘啊，跟采集的话，我坦白跟你讲，现在技术我根本做不到。好。为什么他们敢讲这个？因为承包这个技术很可能是叫什么？它叫做 JAMSTEC 叫做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啊，这个机构它的技术，我们同意它是全球最好的、全球第一的技术。那所以说最深的海底油井只有4000公尺，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这个就说。现在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不管是加拿大或俄罗斯的，等于是第7代超深的深水探测船，他们最深也只能够探测到3600公尺。也就是说，开采石油跟探测是2回事。人类现在已知技术是3600公尺，那 JAMSTEC 就日本这个机构，他说号称能够探测到6000公尺，但你要开始挖，你开始挖就面临问题啊，资金呢？美国出还是日本出？谁要出？先跟各位讲，他所挖出来的，它是号称纯度会高于中国的稀土20%的纯度，这一点我也质疑。然后呢，你说你要把它挖出来的难度，那是在平面矿脉上面的好几十倍那么大，资金需求也是一样，那不能停的，你就是一直给钱，一直给钱。为什么？一旦挖掘失败，要赶快换什么？换专管，然后呢，这些人员以及船舶都要随时都要更新。为什么？因为那跟就是海象搏斗嘛。这个地方在哪里？南鸟岛在东京都所辖下的小笠原群岛，也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被视为一个主要攻击的目标。也就是美军本来要痛打小笠原群岛的，后来在冲绳大胜之后，小笠原群岛他们就没有再打。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老实讲一句，被日本视为他们一直没有开发的隐藏的资源。但是我现在已经分析出了，这个真的要开采非常的难，因为它同样是每吨只能够采出2公斤的稀土，跟在陆地上面开采的那个比例是一样的。然后就跟大使讲的一样，最后你要送给谁精炼？日本本身没有精炼厂。好，再讲一遍。日本本身没有精炼厂，你花了这么大的成本去挖出来之后，你今天得到了高纯度的稀土，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裂解成为有用的氧化乙，也就是什么半导体以及飞机引擎之中最需要的那些元件的时候，那你今天产出来这一批矿物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完全不可行，我认为是在商业上放出的一种
带风向的伎俩而已。好，一方面这个是美日他放出来的消息，说他要在深海里面来采稀土。那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说他要靠这个科学的方法来捕捉稀土。那这个方法很特别，这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特别提出来的，说他们要改造这种噬菌体，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用病毒，它要来捕捉稀土。那根据资料这边显示哦，每公顷的这个叫做乌毛蕨，每年可以提取200公斤的稀土，但是确实产量还是非常小的。欧盟也谈得很大声，投30亿欧元做稀土李嘉者的计划，但是目前其实整个欧洲也没有稀土矿产，只有2座的加工设施。上志哥怎么看美国跟欧盟提出来的计划？首先我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看我们谈那么多稀土，都以为稀土就做磁铁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啊。其实稀土这个17种稀土，除了为什么会全世界这么饥渴？因为它有很多应用哦，我想在台湾最相关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这个晶片会有很多，最后你知道刻蚀完很多奈米的碎屑、奈米级，这些碎屑就会用稀土的溶液才能够清干净。所以说这个溶液当中里面就是稀土成分。我说你说稀土其实为什么大家很饥渴？因为是消耗品。大家不要觉得涂层涂上去就可以一辈子用了，它涂一涂之后用一阵子还要继续涂。所以这就很多东西需要补充，大家都这么难受，然后被中国掐住脖子的原因哈。那我们来提，所以也就是因此，当现在中国控制了绝对性的稀土之后，为什么那么多的说法？这一阵首先我们先看到最多的是有关于矿。那首先包括澳洲、加拿大，包括刚刚前面思敏提到这些日本，一直都有矿的消息。那矿的消息都不是说什么出发线，都基本上已经大家在签约了。看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看到里面，美国当然主要是主导，澳洲各方面来讲配合最多，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部分，你们都觉得他们就签矿吗？就签下来，不是都说没有炼的计划吗？其实日本日本最近在稀土的角色，刚好现在中日对抗这个情势，日本不怕中国掐它的稀土吗？日本究竟有多少稀土的提炼技术？我必须得说，大家现在都觉得没有，你很烂。可是我是存疑的，因为要记得，2010年中国就对日本进行了稀土制裁。所以日本的精神跟日本这个国家跟民间，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这些精工技术、化学技术很强，所以我认为这15年来，日本已经累积了一些还是厉害的技术。我必须得说。因为这几天在中国大陆传出，中国大陆也开始在盘点，觉得你日本都不怕稀土是吧？他在盘点这十几年来，日本究竟做了哪些跟中国稀土相关的，包括技术偷窃。所以现在追踪起来，发现其实日本，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条产业线，产业的算是还不错的技术，大概在7、8年前，它要移转刚好到东南亚，结果日本正在中间就直接把它收购走了，再做立刻计划。所以最近其实在盘点中国大陆也没有在等这个部分越谈越多所以是不是我们都看到最近刚刚讲这些矿啊、技术这些宣传，你都看到都有日本在这里头，所以包括现在中日未来的后面的对抗里头。日本会不会变成统整一个全世界要对抗抱团对抗中国的技术提供者呢？为什么这样讲？这2天原本德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一个稀土的长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额度高达3100多吨，很大的一个持续性的，大家要谈一个合约，谈着突然停了，德国方面叫停，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德国方面跟日本要签订一个，可能就我们刚刚提到这30亿欧元相关这个部分包括在内，他们有个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德国突然跟日本有这样子针对稀土的战略合作协议，而甚至暂停了跟中国谈的正好，几乎都快要签约，谈了好久了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些这种稀土对抗的微妙性。当然，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部分也不止刚刚听到的这些用细菌来生产稀土，这个当然是哈拉了。它主要干嘛？它吸引一些投资基金，因为稀土全世界的所有的先进国家都要投资，而且是国家政府的投资，骗也要骗政府的钱。所以现在各式各样的技术生得出来，当然确实会生产出稀土，但2公斤你要花200万美金，值不值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有领先，但中国大陆从来没有为此感觉骄傲或觉得一定赢定了。特别对于日本，可能有技术这方面，现在是眼前最敏感也正在盘点的部分。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
球观点。